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公司想零成本裁员，市场总监就带着资深老员工去洗浴中心团建。为了完美脱身，他以信用卡被锁为由，让本在加班的我前来买单。刚付完款，几名警察冲进来，以聚众嫖娼为由，铐走了一群衣冠不整的男女。总监和老员工们赫然在列。几天后，公司以此为由，零成本辞退了所有涉事员工。总监指控一定是我举报的，他们愤愤不平，从工位上把我拽出来，拳打脚踢。狗贼，让你举报，你毁了老子的名声，拆了老子的家庭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他们把我活活打死，仍不泄气，提着几桶汽油冲到我家，烧死了我全家。再睁眼回到市场总监要带老员工去洗浴中心的前一天，这一世该你们入地狱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市场总监办公室里，刘总满脸堆笑地给我斟了一杯茶，直言不讳道：陈明，我明晚要带几个老员工去团建，你们年轻人不是经常去 KTV 吗？帮我找几个漂亮的姑娘过来助助兴。见我没给反应，他手指点了几下桌子，端起领导的架子。你不愿意？沉重的敲击声仿佛唤起了我心脏的跳动，整个灵魂倏地一下被塞进了身体。我迟疑了几秒钟，装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。刘总，这可是犯法的呀。见我这么说，他倒了我杯中的茶。呵，你来公司也快10年了吧？工作能力突出，也有带团队的能力，但就是服从性差了些。下个月的晋升，他话点到为止，却也正中我下怀。我霎时紧张起来，连说话语速都变快了。刘总，我知道有一家私密性比较高的会所，我还有那里的会员，可以打5折，算下来可以省不少钱呢。见我上道了，他这才语气缓和下来。记得用你的名义订包厢。我推了推眼镜，好。刚回到工位上，还没来得及坐下，我手机叮咚一响，片区经理赵科发来信息试探：刘总跟你说了吗？说了，让我明晚物色一些质量好的姑娘。信息发送出去，赵科就拉了一个团建福利群，率先发言：各位兄弟，大家将喜欢的女人的照片发到群里，好方便小陈去找姑娘。没有提要求的，到时候小陈找的不合口味，也给我闭嘴啊！霎时间，手机叮咚响个不停，全是一些只遮3点的照片，甚至有人发送了淫乱动图。赵科赶紧下场维持纪律，注意尺度，小心蜂群。我被恶心到不行，去茶水间接杯水，洗涤下心灵。李国庆和刘强窝在角落中，对着手机屏幕嗤笑。哎，快看这个好，够大！卧槽，这不得把你榨干啊！见我来，他们立刻凑上来，把手机递给我。陈老弟，你说这种极品你能找到不？我后退一步，应该能找到吧？2个人相视一看，淫荡地笑了。他们笑到扭曲的面容与前世我最后的记忆重合，紧接着我仿佛置身熊熊烈火之中，周遭充斥着家人的惨叫声。我感觉自己全身青筋暴起，整个人变得面目狰狞。前世公司业绩下滑严重，公司高层想裁员，又不想支付高昂的赔偿金。市场总监想出了个馊主意，假借带老员工团建，暗地里组织集体嫖娼，实则零成本裁员。为了防止被裁员工报复他，又找来我这个老实人当替罪羊。团建的前一天，刘总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要我去物色姑娘，我当场就拒绝了。可第2天晚上8点多，他又打来电话：陈明，
我信用卡被锁了，你来帮我付下款。我随便找个理由推脱，可下一秒他威胁道：这点事都使唤不动你了，你明天就别来上班了。我今晚就让人事走流程。无法，我只能赶去付款。刚结完账，一群警察冲进了包房，霎时尖锐的女声响起。很快，警察靠着一群衣冠不整的男男女女排着队出来。路过我身边时，赵科等人都朝我投来怨恨和愤怒的眼神，只有刘总眼中含着笑，仿佛自己干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一般。几天后，他们回公司上班，却被人事部经理以违反公司员工手册为由，当众宣布开除，还不给予一分补偿。赵科他们怒了，想要当众发难。关键之际，刘总提醒道：你们那天也看到了，陈明就在现场，肯定是他报的警。矛盾成功转移。赵科本身就是暴脾气，他把我从工位上拽出来，拳打脚踢。狗贼，你他妈的还敢举报？你毁了老子的名声，拆了老子的家庭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几个人将我拽到隐秘的角落，把我活活打死。他们仍不解气，以找我有事的名义去了我家，将我的尸体以及一个定时燃烧装置丢回了家里。当天晚上深夜，大火静悄悄地蔓延，直至全部吞没了整栋别墅。我年近60的双亲，温柔贤惠的妻子以及一对幼子，连着我全身淤青的尸体，全部葬身火海，连所有证据也都被这场大火烧成灰烬。想到这，我握紧拳头，这一世该你们入地狱了。当天晚上，我去了一家高级私人会所，楚轩给我找5个女孩，1个大妈。阿明老实跟我说，是不是弟妹欺负你了？这全球好男人不当了。楚轩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知根知底。我把复仇计划告诉了他，他当即表示全力配合我。第2天傍晚，几辆车排着队朝楚云阁驶去。我在前台登记好，一个漂亮女孩子带我们进了2层的餐厅包厢。刘总很是满意，今天我们是蹭了陈明的光，才来得起这么高档的地方团建。赵科一只手搭在我肩上，老弟，以后多带哥哥们来玩啊。我点点头，以后你想来的时候，吩咐我一声就好了。刘强见缝插针地问我，陈明，那些姑娘什么时候到位呀？现在可以过来了吗？这些混蛋玩意儿到底是有多饥渴难耐呀？我耐着性子说，强哥，这家会所的1、2层是餐饮，这里的老板严格限制特殊服务，毕竟人多嘴杂，您说是吧？等吃饱喝足了，咱再到楼上，那里相对私密一些。老板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刘强摸着自己的卤蛋头，一时间有些尴尬。刘总看笑了，怎么，这是家里的夫人没有把你伺候好啊？刘强嗤笑了一声，刘总，我说出来不怕各位笑话，就我家那黄脸婆，肥得跟头猪样，一天天地除了给我摆脸色，还知道干些啥？我每天闻到她那股死猪味，真是提不起一点兴趣。最气人的是，她没收我工资卡，不给我零花钱，我都没地方发泄。赵科早就按捺不住分享欲了，我不比你惨，家里的破田老子都不想耕，非得强迫老子耕。几个人声情并茂地调侃起家里的老婆怎么上不了台面，让他们倒胃口。我才是真正被倒胃口的人。面对一桌子好菜，我真是吃不下一点，只能灌个水饱。真想等膀胱充盈后撒泡尿，给他们好好照照自己还是不是个人样，别只顾着说话，辜负了美酒美食啊！来，按照江湖规矩，咱先走3圈啊！刘总发话了，我赶紧给他们几个满上，
最后再给自己倒上一杯早就偷梁换柱的白开水。走完3圈，刘总又让我挨个的给他们敬酒。他很清楚我的酒量，大有要把我灌醉的意思。在他的计划里，我需要全程都在，但又不能被抓，那只能把我灌醉，然后随便找个借口把我安置到一个无人的角落，这样就有理由嫁祸给我。而我的计划和他不谋而合。我敬了几轮后，终于醉得不省人事，趴在了桌上一动不动。等他们酒足饭饱后，我给楚轩发去信息，可以上楼了。1分钟后，我手机响了，又挂了。等第2次电话铃响起，刘总替我接了电话。他打开扩音，一个妖娆的女生说：“老板，我们在包厢里面等你们哦。”听到人来了，对面的几个人眼睛瞬间亮了。刘总起身，那我们就上去吧。我被他们抬着上了4楼，很快进了包厢。一开门，姑娘们热情地迎了上来：“哥哥，你们来啦！”昏暗的灯光下，姑娘们一个个都是性感尤物。几个人见状，随意地把我扔在沙发上，眼睛个个放光，直勾勾地盯着漂亮姑娘，都舍不得眨一下。刘强不停地咽口水。刘总，您先选吧。刘总任务在身，今晚必须要起先锋模范作用，毫不避讳地将女孩搂在怀里。其他几只猴迫不及待地挑选心仪的女孩，最后将一个大妈推到了我旁边，嘲笑道：“这位帅哥最喜欢阿姨了，你今晚可要把他服侍得舒舒服服的哦。”女人笑道：“那是当然。”赵科使坏，哪有人睡觉还穿着衣服的呀？这位阿姨，你先把她衣服脱了吧。女人的手就要来解我的皮带，我立马起了反应，朝赵科身上装作要吐的样子。哦，他一下跳起来，着急道：“别脱了，别脱了，赶紧给他弄出去！”我捂着嘴，起身踉踉跄跄地出了包厢的门。老板，厕所在这边。而里面开始传来了淫荡的声音。等我从厕所出来时，正好碰到要来假装上厕所的刘总。我装的酒意正浓，还很不清醒的样子。他拉住了我身边的女人，递给她一瓶醒酒茶，又塞给她几百块钱。你这就把她带到隔壁包厢，给她喂了醒酒茶后，就让她一个人在包厢休息，你别动她。女人开心地收下了钱，按照吩咐搀扶着我去了隔壁没人的包厢。几分钟后，刘总折返回来，见我一个人安静地睡着，满意地离开了。他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，估计赵科他们已经渐入佳境了，又钻进另一个没人的房间，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喂，警察同志，我举报有人在楚云阁4楼88号房聚众嫖娼。说完，他没有马上离开，而是坐在沙发上静静坐着，像是在积攒勇气。我满意地收起手机，开始有点佩服刘总壮士断腕的勇气。不出10分钟，警察来了，把包厢中的所有人，包括他自己，也一并铐上了。赵科懵逼中想到了我，警察同志，还有漏了一个人。警察环顾四周，谁？赵科一脚踹开了隔壁包厢的门，里面只有一个我，衣着整齐的睡大觉。警察同志用力拍打着我的脸，醒醒！我打了个酒气熏天的嗝，微微睁开眼，又接着睡了。俗话说，抓人抓现行，我醉得不省人事，毫无作案能力。刘强还想说什么，被警察瞪了回去。老实点！一群人浩浩荡荡地离开了。我给楚轩发送信息，收网了，今天谢谢了。和楚轩闲聊了几句后，我逐个给嫂子们打电话。嫂子不好了，哥哥嫖娼被抓了，你快点去派出所捞人。我推了推眼镜，好戏正式开始。今晚的警局热闹非凡，被铐着还没有来得及审讯，又气势汹汹地冲进来一群妇人。在路上，
他们本来还以为是有人恶作剧，因为他们平时在家老实本分的老公，因为受到公司器重，和大领导一起团建，一群高级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干出这样的事情？但一到警局，看到自己的老公被铐着，衣冠不整，脸上脖子上全是口红印，尤其是旁边还蹲着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，他们的怒火立马涌了上来。你个老不死的，居然敢背着我找小姐，看我今天不把你打成猪头！说着就是一巴掌扇了过去。警察好不容易拦下了下一个巴掌，可另一个人又从包里掏出一把剪刀，咔嚓咔嚓地比划了几下。刘强，我今天一定要没收了你的作案工具！刘强赶紧求饶：老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旁边有一个尖锐的声音响起：啊，老娘今天就要挠死你个臭不要脸的！你说你对得起谁？纵观整个嫂子团，只有刘总的老婆还算沉得住气，她依旧保持优雅，几步上前，精准地对着刘总的脸就是几个嘴巴子，打得刘总眼睛都歪了，脸上的肌肉因为受到了重创，不由自主地抽起来。嫂子打完人依旧语气平静：刘青松，离婚吧，我可丢不起这个人。对，离婚，必须离婚！几个声音异口同声地说，紧接着就是此起彼伏的认错声：不要啊，老婆，我错了，真的错了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认完错，刘总舔着脸说：老婆，你今晚一定要捞我呀，我捞你湿。与此同时，我联系上了一名资深记者杨继，公司大瓜，独家爆料，愿闻其详，有图有真相。公司市场总监假借团建的名义，带老员工集体嫖娼，而且就在刚刚，警察把他们一锅端了。估计现在人已经到了警局了。当听我说这位总监本人自己报警抓自己的时候，对面沉默了。杨继有些不相信问道：自己报警把自己抓了，为什么要这么想不开？因为公司想零成本裁员。对方大吃一惊，随后笑道：这裁员方式很创新啊，有意思，很有报道的价值。按照行业规矩，说到这里该谈价格了。杨继爽快道：10万，消息我买断了，我免费提供给您。不过我有2个要求：第一，这件事情7天后的凌晨再发布出来；第二，公司零成本裁员一事，等我通知再报出来。我接着补充道：推广费用我出。7天后，也就是刘总一伙人被放出来的第2天，前世第2天，赵科等人被公司辞退，而刘总却因为岗位重要，公司不可或缺为由，没有受到任何惩罚，继续当他的市场总监。为了平息众怒，我以及我的一家老小成为了整个事件最无辜的牺牲者。这一世也该让他尝尝自己种下的恶果了。7天后，一众人被放出来了。第2天，几个人顶着个青红皂白的大花脸去了公司，和前世一样，人事部李经理早就拿着员工手册在门口站着，身后还有一群保安堵住公司大门。见赵科他们来，颐指气使地说：你们被开除了。诺，这些是你们的个人物品，我已经让人收拾好，都放在这里了，现在就领走吧。刘强顾不上脸疼，咧着嘴舔着笑问道：李经理，公司开除我们的原因是什么呀？你们嫖娼这事，不会以为只有你们自己知道吧？这也只是我们私下的个人行为，下班时间公司也要管。李经理嗤笑几声，振振有词：根据员工手册第20条，对于道德败坏行为，公司将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、记过、降职、辞退等纪律处分。你们这是集体嫖娼，
已经触犯法律了，情节极其恶劣，所以被辞退了。李国庆倒是临危不惧，开除我们可以，公司补偿 N+1，不然我们起诉。公司有理有据，根本不怕告。李经理鄙视道：尽管告。赵科回过味，发现名单上居然没有刘青松，愤愤不平。刘总带头嫖的，他怎么没有被辞退？李经理指着他的鼻子说道：你们算老几，能和市场总监比？成天买脑子黄色废料，公司离了你们只会发展得更好，可离了刘总监，那就真的转不动了。做人做事之前，就应该先掂量自己的分量，别一文不值，还拿自己当个秤砣。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开始吃瓜。天哪，我还以为刘总不知情呢，原来他也嫖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早上看到刘总了，脸都肿了，走路都一瘸一拐的，估计没少在家里挨揍跪搓衣板。多人运动，这画面不敢想象啊！突然一个尖锐的声音响起：啊，你们快看，有新闻报道了咱们公司集体嫖娼事件，居然还有现场的高清无码照片，我看看，天哪，中间这个蹲着的是刘总吧？这绝对上得了世纪社死排行榜了。与此同时，李经理的电话响了，1分钟后，他匆忙地进了办公室，直奔市场总监办公室。李经理脸上一股大仇得报的快感。刘青松，不好意思，林董说你也被开除了。刘总本来还照着镜子给脸上的伤口上点符，听到噩耗，整个人一下弹起来。李伟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李经理将屏幕对着他，呵，看看你自己干的好事，不但聚众嫖娼被抓个现行，还被人拍了挂网上了，我都替你丢人。今天凌晨，一则炸裂，某公司市场总监带老员工会所聚众嫖娼被抓的报道，在短短几个小时便被引爆了，一跃成为各大社交媒体上的实时爆款热点事件。刘青松一把抢过手机，滑动的手指都在颤抖，本来青紫色的脸上又增添了一抹红，他声音发抖：林董真的说要开除我，我不相信。他直接打电话过去问林董：这个主意可是您先提出来的呀，现在怎么能过河拆桥呢？刘青松，如果没人知道你干的这破事，你可是公司的功臣，可现在事情闹这么大，还让你当这市场总监，我们益盛不给全国人民笑掉大牙呀！往后我们公司还怎么在行业立足啊？收拾你的东西，给我立刻马上滚！刘青松一屁股呆坐在椅子上。李经理憋着笑：你应该东西不多吧？我就不让人进来收拾了。李经理刚走，赵科等人冲了进来。刘青松，今天你必须给我们几个一个说法。刘青松瑟瑟发抖，毕竟他现在什么都不是了，谁还会拿他当个人看？他声音颤抖：陈明，肯定是陈明报的警，都是他搞的鬼。前几天他来找我说升职的事情，被我否决了，他肯定怀恨在心，伺机报复，不然怎么只有他一个人摘得干干净净，反而是我们惹了一身腥。赵科脾气暴躁，不管不顾冲进大办公室：陈明，老子今天要杀了你，可我工位上空空的，因为我请假了。好啊，果然是这狗贼干的。对，这狗贼肯定是躲在家里了，正好我们丢了工作不打紧，还妻离子散的，我要杀了他全家。刘青松同样红了眼：跟我走，我知道他家在哪里。出了公司，赵科提议道：我们要想想策略，一个万全之策，不能把自己搭进去了。于是几个人聚在一起，和前世一般，计划着完美的犯罪，既能弄死我全家，他们还能顺利脱身。几个小时后，他们抵达我家门口。刘青松按动了门铃：陈明，你在家吗？
我们听说生病，特地来看望你。可别墅内静悄悄的，几个人又轮流按了几次，依旧没人答应。李国庆按捺不住了，实在不行就闯进去，灭了他丫的全家。见他们耐心快透支了，我这才开门出来。此时的我心里有恨有怒，还有一丝隐约的兴奋感，但唯独没有怕，因为早在前几天就将一家老小安排出去了，并且还特地找人将门加固了，又将围墙安上了电网。我出来前打开了开关，现在已经通电状态了，为的就是防止他们强行闯进来。我在院子里找了个位置坐下。刘总，谢谢你们来看我，不过我也知道你们会来，所以事先给你们准备了点东西。做贼的人还是有些心虚的，特别是刘强这种窝囊废。他支支吾吾地问道：你知道我们会来，你准备了什么东西？我气定神闲地看着他们。我听同事说，今天早上你们通通被开除了。刘青松指着我骂道：果然是你这狗贼搞的鬼！陈明，我好心带你去参加团建，你为什么要报警？赵科捏着拳头：刘总，少跟他废话，这种人只有打服才能乖乖听话。刘强，这墙不高，你先进去削他。刘强向来像只狗一样的指挥，一接到指令就要翻墙进来，却被围墙上的高压电流吸紧了，全身哆嗦不停。本来他软油腻的头发竖得老高，我！刘青松咬着牙，猛地一脚把他踹开了，紧接着传来刘强的惨叫声。只见他疼得在地上打滚。刘青松，你丫的，把老子的肾都要踢爆了！几个人有了前车之鉴，都自觉地推了半步。我看着他们的狼狈样，心里有了一点快感，但远远还不够。我拍了拍手：刘青松，报警电话是你打的吧？你别血口喷人，你别着急狡辩啊！各位先看段视频再说。当初别墅装修的时候，我们为了能在院子里看电影，特地安装了影像设备。我将手机连接设备，点开视频，画面中昏暗的灯光下，刘青松正在给警方打电话。喂，警察同志，我举报有人在楚云阁4楼88号房聚众嫖娼。画面中，刘青松面对着墙，看不太清正脸，但他的声音特征太明显了，又细又长，特别好辨认。外面的几个人霎时变了脸。我说：刘总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刘青松急了，他手舞足蹈的：是假的，视频肯定是他合成的。现在科技那么发达，想要伪造一个音频很简单，不然我为什么要和你们一样被抓进去呢？这话说得很有道理，但是我还有后招。刘青松，原因很简单，也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设计我去团建的原因。我滑动到下一个视频，画面中林董指着刘青松的头呵斥道：刘青松，你看看这财务报表，公司都亏成这样了。一摞纸甩在刘青松脸上：你怎么跟我交代？林董，今年的行情太差了。林董伸手打住了他：我不问缘由，只要一个解决的方案。裁员、降本变相增效，可我不想出赔偿金。林董的表情变得阴险起来：带他们去嫖，整出点事情来，公司好开了他们。刘青松像是得到了喘息的机会：我这就去安排，最好这个月处理掉，否则你这个市场总监就卷铺盖走人，一年也能省出个100来万。画面停止，我啧几声，开始添油加醋。我真是同情你们呐，被人卖了还替他数钱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们不找始作俑者出气，跑来找我算什么道理？我只是一个背锅的。刘青松开始哆嗦起来，因为周边的人都变得面目狰狞，
毕竟被欺骗的滋味太不好受了。更何况这次事情爆出后，他们不但高龄失业，很难再就业，而且几乎都到了妻离子散的程度。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，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刘强突然青筋暴起，抡起脚边的石头向刘青松砸过去。畜生，居然你是干的！我在公司的时候就处处受你的气，我一直忍着你，只为了能干到退休。你居然这样对我！说着说着，他哭了。现在我家也没了，工作也没有，什么没有？你刚刚还下死手踹我。以前在公司里，刘青松当着下属的面没少踹刘强，他满眼血光，一脚踹到刘青松的肚子上。我要踹死你！地上的刘青松被踢嗷嗷惨叫，他的惨叫声像是某种信号，成功的激起了李国庆两人的愤怒，因为他们一样在公司受够了刘青松的气，也跟着殴打起来。三个人对着刘青松拳打脚踢。赵科，我还有个事情要告诉你。我推了推眼镜，刘青松的致命一击来了。我滑动手机，又是一段视频。在酒店的过道，刘青松怀中抱着一个走路踉踉跄跄的女人，女人很明显在挣脱。在进门的那一刻，终于挣脱开恶魔的手，往外逃。但是被刘青松给捉回来，塞进了房间。画面的最后，女人衣衫不整地跑出来，赵科眼睛骤然增大，因为画面中的女人是他的女儿。这一剂强心针注入下去，赵科彻底地失去了理智。他不管不顾地拽开李国庆，把他往身后一丢。老畜生，你敢欺负我女儿，老子干死你！他接二连三地揣着刘青松的心脏上，脚下的人不断地往外喷吐鲜血，直到最后一动不动，再也吐不出一点血。赵科在彻底停止暴行，而他的身后一动不动的还有另一人。李国庆身板本来就小，加上之前愤怒的血脉奋张，被赵科推倒后，直愣愣地倒在了地上。后脑勺撞击到刘强扔来的石头上，当场命绝。就在这时，警报声响起，围墙外的三人齐刷刷地看向我。我摇了摇手里的手机，笑道：“是我，这次是我报的警。”赵科清醒过来，见一前一后两条人命，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命数，放弃了逃亡。再说，这个世界之大，仿佛也没有了他容身之所了，索性坐在刘青松旁边，擦拭身上的血迹。而另外两个人一溜烟地逃了。我站上了顶楼，登高看另一出好戏。云野别墅是临城最大的别墅区，里面楼栋多，四通八达。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在别墅区的外围。刘强和邓华军两人分头逃跑，警方很快发现了逃窜的两人，开始分开追击。不多时，刘强停住了脚步，他捂着胸口，气喘吁吁了好一阵后，倒在地上打滚。不过很快，他便口吐白沫，四肢抽搐。等警察赶到时，已经一动不动了。我想，他死的原因大概是他之前被刘青松踹了一脚，再加上后面暴怒和惊恐，肾上腺一下飙升，身体终于扛不住了。很快，抓捕赵科的警察的对讲机里传来电流，一名犯罪嫌疑人没有生命特征了。而此时，邓华军一个助冲，翻过了停车挡杆，跑到了别墅区外面去了。别墅区道路的车少，所以来往的车辆车速很快。在邓华军从路口钻出来，跑到马路上的那一刹那，被一辆疾驰而来的车撞上，飞出10几米远，砰的一声，脑袋开了花，一些红的、黄的、白的东西迸发出来，撒得满地都是。等警察赶到的时候，也失去了生命体征。赵科抬头仰望我，我早就说了，逃跑没用，对吧？
我点点头，表示认同。没用，警方将赵科押上了警车，他的身后跟着4个盖上白布的尸体。我在心中再一次默念了他们的名字后，算是和他们做最后的道别。我推了推眼镜，不过一切都还没有结束。我打通杨记的电话，可以报道了。本来裁员的事情就比较敏感，再加上前几天团建集体嫖娼一事闹得沸沸扬扬，公司零成本裁员一事比上一次更为迅速地引爆了。广大网友震碎下巴的同时愤怒了，他们激情开麦，代入一下自己，为公司辛苦卖命10几年，到头来竟然被设计零成本裁员。打工人的命在利益面前变得丝毫地不重要，这种垃圾公司尽快倒闭吧。有关部门对此事怎么看？当地劳动局，我的一些同事也加入这次行动。公司拖欠员工工资，我们已经3个月没有发工资了，平时都是义务加班，把员工当牛马。一个这么大的公司根本不缺业务，为什么还会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？建议严查。一块石头投入了本来就不平静的湖面，激起了更大的浪花。税务局、劳动局、纪委等部门很快介入调查。不久后，一则官方的公告发布，公司董事林某涉嫌利用职务之便，挪用公司巨额资金用于赌博活动，并联合财务经理张某进行财务造假，警方依法将此2人逮捕。我看着林某和张某被抓捕的照片，心情大好。杨继发来信息：兄弟，你牛掰，一个人翻了整个公司啊！爸爸，别看手机了，我们快点出发去看我们的新房子了。6岁的女儿嘟囔着嘴巴，装作很生气的样子。前世我经常加班，忽视了老婆孩子，经历了前世的惨痛。我终于意识到，没有什么比守护自己的家人更加重要了。进入新房的那一刻，老婆孩子们都震惊了。女儿跳起来：爸爸，新家可太漂亮了，我好喜欢我们的新家呀！老婆过来紧紧抱着我：老公，这就是我梦想的家呀！我们换了新的房子，这个家从毛坯到精致都是我设计跟进装修的。看到家人脸上幸福的笑容，我突然发现，比起建筑，我更加沉迷室内装修，因为有了我的设计，让冰冷的钢筋水泥建筑赋予新的价值。我们选了一个黄道好日子，乔迁搬了新家。不久后，赵科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